静涵，我让小张开着劳斯莱斯去接新娘，你却偷开着拖拉机去娶亲，传出去像什么话？你还惦记那晚锁骨处有梅花印记的女人？他要是嫌拖拉机寒酸不肯嫁，这种人我也不想娶。挂了。温爷爷对裴家有救命之恩，这婚我不得不结。可你呢？5年了，你到底在哪里？姐姐，大喜的日子，你哭丧着个脸给谁看呢？你们嫌弃裴家是种地的，想方设法逼我替嫁，我认了。可你们还想让我对这桩包办婚事感恩戴德不成？5年前你跟一个陌生男人彻夜不归，谁知道那晚干了什么？也是不知道。现在有人肯要你，你就该偷着乐了。那天晚上要是看清了他的脸，也许就不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了。求你，别把我推给那个王总。我会对你负责的。姐姐，我可是要坐着豪车去当阔太太了。你的农村新郎官，该不会连辆车都舍不得租吧？哟，这土包子长得还挺帅，可惜是个穷光蛋，白瞎这张脸。姐夫，你这车该不会是刚从废品站淘来的吧？这女人怎么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你看笑话了，咱们走吧。这太极难道是？看来是我眼花了。上车。哎呀，我的接亲车队可到了。姐姐，你可坐稳了，别把屁股颠开花喽。你这个粗人！下来吧，这村路不好走，车开不进去。发什么呆？抓紧！谢谢。还有多远啊？他这些年过得也不容易吧？得想房子找点活干，贴补些家用才好。老房子，我妈住惯了，舍不得搬。山里清静。房子新不新不要紧，暖和踏实就行。咱们快走吧。来来来，一路辛苦了，快进屋，排骨还炖着呢。谢谢阿姨，红包就不用了，留着家里花吧。还叫阿姨呢？这是改口红包，叫妈。妈，他们家日子这么紧吧，还对我这么真心，往后我一定要更节俭些。妈，我来帮忙吧。不用不用，你坐着歇着。妈，您拿茅台做菜，怎么了？这酒烧菜香啊！我每次都让金涵去城里批发，一买就是10几箱呢。妈，老刘头的散装高粱酒，我不是让您换个玻璃瓶装吗？玻璃瓶找不着了，这个顺手。老刘头喜欢收旧酒瓶，装样子好卖，这瓶子是空的。来，趁热吃。
姨娘，这是咱们裴家的规矩，新媳妇进门得给压箱礼。压箱里给一坛酸菜，这地方的风俗还真特别。妈，这里面怎么全是金子啊？来，带上，咱家可是裴氏集团。这是金包银，村里都这样，结婚充个场面。对对，不值几个钱，就图个吉利。现在的银子这么沉吗？你为什么不让我说清楚？以宁一看就是好姑娘。温家趋炎附势卖女求荣，谁知道她来这儿是不是别有用心？可你真要为了5年前那个什么梅花胎记的姑娘耽误一辈子？我说过会对她负责。要是温以宁真心待这个家，我自然不会亏待她。你睡床，我睡地上。娶你是妈的意思，我心里有人，不会碰。这样吧，你上来睡，我不越线，也信你。我推开一扇门，转过身，你就在门里。做了一个梦，追着风，不只是场景。对不起，我睡觉不老实。看出来了，昨晚你一共踢了我3次，抢了2次被子，还说梦话。我说什么了？这个猪蹄是我的。你骗人！起来吧，再磨蹭猪蹄就凉了。真是个怪人。我来吧，在温家做家务做惯了，做家务能把手伤成这样，温家没请保姆，反正总得有人干。吃饭吧。你教我吧，有些家务我也能做，咱们一起。喂，温以宁，你妹妹和你妹夫今天要去你们村谈生意，他们好不容易打听到首富家隐居的地址，你好好招待，这可是何家的大项目。我没空。你敢？要是搞砸了娇娇的事儿，看我怎么收拾你！记住，首富叫裴金寒。怎么了？说起来，你老公也叫裴金寒吧？真是同名不同命，人家手指缝里漏点金屑都能砸死你。以宁啊，收拾收拾，妈带你去走走亲戚，拜个年，也让大伙儿瞧瞧我家这么好的儿媳妇。妈，我刚接到电话，我妹妹他们可能要来，来就来呗。正好金寒下午要上山收冬笋，没空陪你们，你就代表咱家提着年礼去你三姑忙家坐坐，这里面是咱家备的年货，你提着去。三姑忙家在村东头第2户红砖屋，我先上山了。妈，你要会用这个袋子装，真的合适吗？这有啥？这叫财不外露，是咱们这儿的风俗。你先去，妈去后院抓只土鸡，待会儿就来。导航没毛病吧？这什么破地方，路烂成这样！定位就是这儿。据说裴总隐居的村子很朴实，没想到这么原生态。哟，这不是我那飞上枝头的好姐姐吗？姐姐，你这身打扮可真够接地气的，手里提的该不会是喂猪的饲料吧？有事吗？没事别挡道。急什么呀？见到妹妹和妹夫都不请我们去你家豪宅坐坐？哦，我忘了，你嫁的是个开拖拉机的，他是家里连杯像样的茶都没有吧？娇娇，正事要紧，咱们得赶紧找到裴总的住处。我姐对这儿肯定熟啊。你要是帮我找到裴总，我一高兴还能在爸面前替你说几句好话，让你以后回娘家好看点。我不认识什么裴总，让开。怎么这么多金子？裴氏集团足金999.9，1000克。温以宁，这些东西是你偷来的吧？你从哪儿偷的？不是偷的，是婆婆给我备的拜年礼。妈说了，是金包银，外面镀了一层金，图个喜庆。不对，这个分量，这个手感，还有雕工和印记，不像是镀金的。什么金包银？少糊弄人！你不是有个方风打火机吗？烧，真金不怕火炼。这是真金，而且
是纯度非常高的千足金，这个工艺和印记，小作坊根本仿不出来。真金？妈不是说……好啊，温以宁，你不仅偷东西，还偷这么值钱的金镯子，拿尿素袋装着，是怕被人发现对吧？我没有偷东西，这是婆婆给我的，是裴家的东西。就你那个开拖拉机的婆家，能拿出这么多真金白银，裴家好得很。你说我可以，但不能说他们。嫁出去2天就长本事，骂我，看我不教训你！你放手！我看谁敢动我儿媳妇！在我裴家村的地盘上，你想打谁？你就是温以宁的婆婆，我问我姐姐话呢，关你什么事？这些东西是我让儿媳妇提着去走亲戚的拜门槛礼，怎么？你有意见？你一个乡下老太太，拿得出这么多真金白银，骗谁呢？我知道了，温以宁，你是不是偷了我们温家的钱和金子，拿来倒贴你婆家了？你胡说，这些都是金涵给的。骗鬼呢！我倒要看看你这首饰是什么时候偷的。住手！哟，我那开拖拉机的姐夫回来了，回来给你偷东西的媳妇儿撑腰。我们今天来是拜访隐居在此的首富裴总，别耽误我们办正事，否则有你们好看的。何氏集团来找裴京涵，裴氏集团掌权人的名字也是你能随便叫的。他那种大人物跟你这个泥腿子可不一样，要是搅黄了我们的合作，你担待得起吗？不用找了，我就是裴京涵。你一个开拖拉机的乡下人，敢冒充执掌千亿商业帝国的裴总，笑死人了！京涵，算了吧。那你们觉得这些金镯子是从哪来的？肯定是你们偷了裴总的东西，我要报警，把你们这一窝小偷全抓起来！裴家村的乡亲们，裴氏集团董事裴京涵先生特意备了慰问品，大家来领年货喽！小张，我们在这儿呢。裴总，东西都按您的吩咐备好了，就等您签收呢。您是裴氏集团的董事裴京涵？裴总，我和许晨有眼不识泰山，我狗眼看人低，都是这个蠢女人胡言乱语。何旭晨，你疯了！他不过就是个乡巴佬，怎么可能是裴总？这肯定是他找人假扮的。今天你让我家人受的屈辱，我会100倍、1000倍的还回去。少在这装模作样，我今天就欺负他们了，你能把我怎么样？裴氏集团的助理打电话来说，你们夫妻在侮辱裴总夫人，殴打裴总爱妻，你好大的胆子！你真的是裴总？找人送他们出村，别脏了村里的路。是，裴总。凭什么？你这个不检点的女人能嫁给裴京涵？这件事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裴京涵，我们谈谈，你到底是谁？那些车不是我叫来的，不过我倒是有听说这住着一个什么裴总，跟我同名同姓，说不定啊，他是我表姑奶奶的侄子的外甥的远房亲戚。好了，别瞎想，我在你面前的身份只会是你的丈夫。裴先生放心，既然是名义夫妻，我很有契约精神，不会觊觎你的家产。我突然想起来，我锄头没拿回来。这对狗男女居然敢合起伙来耍我！温以宁，你居然跟这个乡巴佬串通好了骗我！温娇娇，你疯了！放手！你们让我在何旭晨面前像个傻子，我饶不了你！放手！你们都给我等着！那是5年前那个女人的梅花胎记。你锁骨下面。好，我马上到。我出去办点事儿。我想找点事做，补贴家用。以前在城里，我接些零散的活儿，也能养活自己。嫁到裴家，我不想变成依附别人的人。山上这个季节有野菌，
村民们会踩了去卖你，但山路不好走，你别一个人去。哟，面生啊，哪家的？我是裴家村的，新来的，来采点菌子。那你不知道这整片山都是裴家承包的，私自跑来采，坏了规矩吧？可村里人都说这山可以采啊。那是裴家心善，允许本村人采点普通野菜。你看看你采的什么寄送菌，这可是值钱货。你跟裴家打过招呼了吗？交钱了吗？这些菌子山上到处都是，凭什么不能采？到处都是，那你倒是再去别处找找看啊！今天这篓菌子你得留下，不然我就去告诉裴家有人偷他们家的山货。金寒，一宁上山到现在还没回来，你说他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掉头，回裴家村，去后山。裴总，和李总的会议还有40分钟，这笔100亿的订单我们好不容易。掉头！不是让你跟着村里人一起吗？我跟了，可走着走着就散了，结果碰上个不讲理的，菌子被抢了，还摔了一跤。对不起啊，本想补贴家用的，结果东西没赚到，可能还得倒贴医药费。上来，我背你。哦。胎记完全被盖住了，难道是我看错了？她并不是5年前那个女人。一宁，你看清那个混蛋长什么样了吗？黑黑瘦瘦的，40来岁，张口闭口说山是裴家的，不准外人采。他说是裴家不让采。对啊，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哼，那个裴总肯定是个为富不仁的。幸好我嫁的是你这个裴金寒，你说对吗，裴总？我这个裴总会开拖拉机，可比那个占山为王的裴总强多了。赶紧把伤擦一擦吧，我先出去了。田老六把篓子还回来了，药酒擦了吗？伤怎么样了？伤口已经不疼了。那个篓子真是田老六主动还回来的？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篓子你拿走，我以后再也不长眼了。敢多说一个字？你放心，我是在外头摔了一跤，摔成这样的。大概是良心不安吧，还回来就好。有蛇！农村都这样，偶尔会有蛇跑进来，没毒的。裴金寒，我不管，今晚你不准睡地上。裴金寒，你滚开！真想换。睡觉。姓温的，你男人昨天把我打成这副模样，你倒有脸在这装没事人赚钱？我男人打你了，打得好。好你个泼妇！今天你这摊子别想摆了，兄弟们给我砸！我看谁敢动！田老六，昨天你抢我的菌子，把我推下山崖，我没报警抓你，是看在同村的情分上，
你当恶人先告状，我男人为什么打你？你心里没数吗？你胡说什么？我是替裴总教训小偷，你偷采山货。偷采？后山是刻了你的名字，还是你拿到了裴总的禁令？昨天抢东西的时候那么横，现在被我男人打了，就只敢来找我一个女人的麻烦？欺软怕硬，你也配叫男人？愣着干什么？给我砸！出了事我兜着。我当是谁在这上演全五行呢？原来是我那位好姐姐呀！我记得姐姐当年可是连杀条鱼都不敢看的娇贵人，如今倒好，为了这几毛钱的东西，都敢抄刀子跟人拼命了。我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干干净净，没什么丢人的。大家知道这位是谁吗？上京温家曾经的金枝玉叶，可惜啊，跟野男人鬼混，这才被扫地出门，沦落到这穷乡僻壤，嫁给一个开拖拉机的。温娇娇，我当年是被人设计的，你呢？抢来的婚事，踩着别人上位，你妈小三转正，你就真把自己当正牌大小姐了？你闭嘴！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妓女，有什么资格说我妈？给我砸，往死里砸！对，砸个稀巴烂！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就该好好教训教训。住手！不能砸呀！天爷啊，这可真是暴殄天物啊！哟，还真有捧臭脚的，不就是一堆烂蘑菇、烂野菜吗？喏，赏你的，这点破烂，我花10倍价钱买的。拿着钱赶紧滚蛋，别在这儿丢我们温家的脸。就你扔的这点钱，连个零头都够不上。你知道你刚才毁掉的是什么吗？这是货真价实的野生羊肚菌，还有这个老松茸，都是顶级的珍品，有价无市。你们砸掉的这些，少说值60万。你放屁！你算哪根葱？空口白牙就敢瞎报价？就是，穷山沟里冒出60万的蘑菇，骗鬼呢？你不会是温以宁找来的托儿，故意来讹我们的吧？姑娘，我是山珍房的老板，以后你的货我按最高市场价再加2成收，有多少要多少。山珍房就是专门供应上头那些大人物的那个，连宋老板都这么抢着要，这菌子怕不是仙草吧？田老六，听清楚了，60万，赔钱。我就是把命赔了也不够啊，把我卖了也值不了60万啊！宋老板，不是我泼冷水，这后山大家常去，谁采到过这么金贵的东西？怎么偏偏他温以宁一个刚来的外村人，一来就能采到满满一锅？是啊，我采了半辈子山货，也没见过这么金贵的。他肯定偷了，裴总在后山培育的宝贝，宋老板，你收赃你也跑不了。我没偷，这些都是我在东边老林里采的，空口无凭。你说东边就东边，证据呢？温以宁，你今天不交代清楚这些菌子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就报警。60万，够你坐10年牢。田老六，肋骨不疼了是吧？就敢来动我的人，砸我的东西。裴金涵，你别神气，你媳妇儿偷采珍稀菌种，价值好几10万，这是犯罪，你包庇不了。包庇？裴氏基地的菌种，为了防伪，在培育的时候都加了微量特殊的营养剂。宋老板，我记得您有金桥嘴的名号，您可以尝尝看。
这确实是野生菌种，而且品质是顶级中的顶级，我之前的估价还估低了。那就按60万算吧。两位，现金还是转账？裴哥，不，裴爷，我错了，我错了，求您高抬贵手啊！60万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啊！你求错人了。温奶奶，你行行好，我家里还有80岁的老娘要养，孩子还在上学。田老六，你抢我菌子推我下山的时候，想过我也有家人吗？你带人来砸我摊子的时候，想过我也有老小要养吗？是他，都是他让砸的。田老六，这2个人是你自己带来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你说砸，狠狠砸，大伙都听见了，你还骂裴太太是温家妻女。就算我说了又怎么样？田老六，我可是何太太、何氏集团的人，你惹得起吗？今天这事儿，你给我一个人扛下了。要是敢乱咬，你儿子是在县一中读书吧？温娇娇，我记得城南那个项目，何氏已经被裴氏踢出局了吧？上次演戏没演够，今天又打算骗我第2次。我虽然不是什么裴总，但碰巧认识裴氏集团的人，不如我帮你问问，看看何氏是不是太清闲，还有空管别人家的蘑菇。接着装，你打呀！我倒要看看你那个电话能打到哪个群演那里去。裴京涵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温娇娇砸了我妻子的山货，估价60万，替我问问何董。5分钟内何董会亲自回电向您致歉。我不信，你一个穷猎户怎么可能认识裴氏集团的人？不如我们打个赌，看你公公会不会打来电话。算你们狠，温一宁，下周6爸的寿宴，你要是不敢来，我就把你母亲的遗物当众毁掉。你想去？那是我妈留给我的唯一念想，原来是被她拿走了。我不能不去，但这次我想一个人去。为什么？因为温娇娇正盼着把我这个乡下村妇踩进泥地里，我不想你去受那种窝囊气。行，你一个人去，但你给我记住，你不是去受辱的，你是我裴京涵的妻子。好看，以宁真是标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说是给裴家儿媳的，我给你带上。蠢货，看看你干的好事，为了几筐破蘑菇，把裴氏集团给得罪了。爸，我不知道，那个裴京涵真的能……闭嘴！现在何家所有的项目全停了，你满意了？啊？这次寿宴，上京梁家的梁夫人会到场，这是何家最后的机会。要是再出半点差错，你就自己滚出何家的大门！温以宁，我一定要让你好看。猎物已经进场了，狩猎开始。哎呀，这不是咱们那位眼高于顶的温大校花吗？听说你嫁了个山沟里的穷猎户，婚礼是用拖拉机接的。拖拉机那不是运牲口的车吗？温以宁，你是不是在村里当了破鞋，谁都能？你敢推我？推你怎么了？大3那年，你像苍蝇一样围着我，
造谣污蔑，往我储物柜里塞死老鼠。你胡说！你有证据吗？证据？对付你这种烂人，还需要证据吗？你走到今天，靠的不就是撒谎、攀附，踩着别人上位吗？我跟你拼了！温以宁，你在闹什么？伯父，我只不过提了一句，以宁姐未婚先孕，他就动手打我。温以宁，你还嫌不够丢人？谁让你来的？马上给我滚出去！爸，今天是您的生日，你还知道是我生日？穿成这副穷酸样子来捣乱，赶紧滚！别脏了我的地方。是温娇娇给我发的邀请函。姐姐，我什么时候给你发过邀请函了？难怪我那张废函找不着了，原来是你偷走的。你骗我！你说如果我不来，就要毁掉我妈的遗物。姐姐，我怎么会做那种事呢？大家见谅，我姐姐可能在乡下日子过得太苦了，精神上有些不太好了。温以宁，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保安！爸，别这样，兴许姐姐在裴家实在待不下去了，才铤而走险，想来要点钱吧。不可能！这位姑娘脖子上戴的可是价值1个亿的纯带彩翡翠呀！老先生可别胡说，她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弃女，能有这么贵重的东西？少见多怪，她身上那件旗袍用的还是千金难求的月华缎，看见没有？双面异色绣，这是绣生梅娘的传世遗作。姑娘，这件旗袍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是我婆婆给我的，她说是压箱底的旧衣服。这就对了，20年前一件月下寒梅被一位内地买家拍走，之后就再也没露过面，没想到今天竟在这里得见真容。一件衣服将近9000万，不可能！她一个村妇婆婆，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肯定是高仿的。月华缎的织造技艺早就绝迹了，你放一个给我看看。还有这条项链，正是3年前以1亿2000万成交的瑶池仙缘，买家是裴氏集团董事局主席裴京寒先生。裴京寒，那个上京首富裴京寒。你嫁的是裴氏集团的裴京寒？不可能，京寒他只是个猎户，他怎么可能是？温以宁，你为了撑面子，真是不择手段，居然找人演戏！我看这个老头就是你雇来的托。老朽是国家文物鉴定中心特聘专家张怀勤。张老师业内太懂，不可能是托。那也可能是他偷的，对，他肯定是偷了裴总的东西。梁夫人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这位是梁夫人，让您见笑了。这是我姐姐，从乡下来的，不知从哪儿弄了身假古董，在这儿闹笑话呢。正好您是收藏大家，不如帮我们长长眼。这件旗袍的绣工确实是月下寒梅的针法，不过这2件东西都是假的。去个人把那辆拖拉机拦住，别挡了裴总！裴总！温以宁，梁夫人亲口鉴定是假货，你还有脸站在这儿？爸，我看他就存心来给咱们温家添堵的，拿这套上不了台面的把戏恶心人。孽障，你给我出去！你跟你那个不知自爱的妈一样，全是我温家的污点。你骂我，我受了，但你凭什么是我妈？我是孽障，那你在我妈怀着我的时候就和赵雅芙搅到一块儿，你又算什么？住口！你打就是了，东西是假是真又怎样？京寒是穷猎户又怎样？他捧给我的那份心是真的，比你们这里满屋子的虚情假意都
朕！你这个逆女！什么东西？这是我妈让我带给各位的见面礼，专补黑心烂肺。滚开！你这只未不见我的香奈儿裙子！我来的是不是有点晚？保安，把这几只畜生和这个不孝女给我轰出去！我看谁敢动他一根手指！这就是你挑的好丈夫，带着家亲来闹自己爹的寿宴，你们俩就是上不得席面的土包子！土包子怎么了？起码我家的鸡比那些穿着西装不干人事的东西懂规矩。你够了！温家的这出寿宴，真算是让我大开眼界了。梁夫人息怒，都是这逆女一家惹的祸，都聋了吗？把这2个人和2只鸡全给我丢出去！温以宁，你这身假东西看着就碍眼，我替你撕了它！啊！我的手！裴君寒，你放开！温娇娇，你再说一次，我太太身上带的是什么？假货！梁夫人亲自长的眼，她温以宁就是带假货来充货的骗子。上京梁家，好大的派头！你说是假，就得是假的。我梁曼荣在珠宝古董行里泡了30多年，怎么，你想跟我唱对台戏？金寒，算了吧，东西是真是假没那么要紧，我珍惜它就行。这到底是温家的场子，起了冲突我们吃亏。你妈妈留给你的东西，温娇娇交出来了。瑶池仙缘是裴氏集团拍下的，而我正好姓裴。裴金寒，你这出首副戏码还没演够。各位，这位裴先生在山沟里已经假装大老板好几天了，拿镀金当足金，请人办助理，胆子可真够肥的，骗到温董寿宴上来了。张助理，把瑶池仙缘的成交确认函立刻投屏到君悦酒店宴会厅主屏幕上。就这，裴金寒，你那个张助理不会还没 P 好图吧？够了，保安，把这几个招摇撞骗的全给我送派出所去！就是，等着进去踩缝纫机吧。裴金寒要是裴氏总裁，我就把手上戒指吞下去。一定是作假的。裴金寒，你为了骗人可真舍得下本钱，连佳士得的文件都敢伪造。娇娇说的对，保安，快把他们控制住！王经理，你可是来了，把这群骗子全给我轰走！裴总恕罪，是我们严重失职，让您和夫人受了惊扰。你叫他什么？王经理，你是不是也受了他的好处，和我在这里做戏？王经理，称呼可不能乱叫，他一个开拖拉机的，请慎言。裴金寒先生是我们集团全球最高等级的黑金贵宾，没有任何人可以假冒。您若再出言侮辱我店最尊贵的客人，一切后果自负。不对，系统也可以黑进去。我不信，爸，你别被他们唬住了。法务部以集团名义向全行业发布：任何企业或个人若继续与温氏企业保持商业往来，即视同与裴氏集团为敌。温小姐，戒指是现在就处理，还是我让人帮你备讨工具？快看财经头条，裴氏集团全面封杀温氏企业了，马上通知公司，立即终止和温氏的谈判。金寒，你当真是裴氏集团的董事？一直闷着没讲，是我的不是。梁夫人，他不是裴氏董事，对不对？你马上拆穿他！温小姐，请自重，裴总的身份还轮不到你来质疑。裴总，今日之事纯属一场误会，我就不打扰您处理家务了，先走一步。都是你这颗灾星！要不是你一门心思针对宁，我们温家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当初逼温以宁去替嫁的时候，你不是亲口说嫁穷猎户是他的报应吗？现在穷猎户变首富了，你就把锅全扣我头上了。温娇娇，你想好后果，这东西你敢动一下，我担保温家也好，何家也好，过了今天都不复存在。裴金寒，你觉得我还在乎吗？温家完了，过了今天何家也不会放过我，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裴京寒，你这位高不可攀的裴氏董事、上京首富，跪下，拿你的脸面换这条破烂项链，是不是很公道？舅舅，你发什么疯？快把项链还给怡宁！好，我跪就是了。怡宁，裴京寒，瞧见了吧？你娶的这个女人，为了条破项链，什么都肯干。你用尽心机把我塞给穷猎户，如今发现他才是真命天子，你悔不悔？悔？我只恨老天为什么把所有的好都摊在你头上，我不甘心。你不是要项链吗？好，你一个人过来，我们私下做个了断。敢不敢？我就在这等你。绝无可能。让我去。他现在已经完全疯了。那是我妈妈仅存的念想，而且你会护着我的，对吗？跟过去。是。项链还给我！着什么急？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还真羡慕你，蠢都能蠢得这么彻底。裴总，人跟丢了。一群饭桶，封锁酒店，调出所有人手，一层一层给我翻。温娇娇一个人没本事安排的这么利索，她一定有帮手。裴总，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根本不知道娇娇她会干出这种事。以宁要是伤了哪怕一根头发，温氏要面对的就远不止破产了。急什么？裴总，咱们坐下来谈笔交易。这是在找死！反正我烂命一条，拉着温以宁一起死，我倒还赚。别怪我，谁让温娇娇那娘们给了我5万，还拿我儿子威胁我。嘿嘿，不过这买卖不亏。嘿嘿嘿。撤销对何氏和温氏的封杀令，再打1000万到我指定的海外账户。这些对你这位首富来说，不过是动动手指的事吧？我从不跟自寻死路的人谈价码，让他开口。裴京寒，你敢动我一根指头，我马上叫人对温以宁不客气。这根项链是以宁的，这是以宁的。是啊，他短命妈的宝贝。怎么，裴总也看上这破烂了？以宁人在哪儿？可能正跟哪个野男人快活。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人在哪儿？你吓唬谁？你敢动我，温以宁就……我在这儿。京寒，上哪儿了？没有，只是有点脱力。托你的福，遇到了点麻烦。不过善恶有报，你找来的人似乎不太可靠。凭什么你每次都这么好运？堵上他的嘴，交给警方，温氏一并清算。温家彻底完蛋了。京寒，我有点晕。以宁，你别吓我！医生，快叫医生！温小姐，想不想让温以宁把欠你的统统吐出？你有法子！裴京寒心里头有一直搁着一个找了5年的人，那个女人左边锁骨下方长着一枚非常少见的梅花形状的胎记。梅花胎记，温以宁，我可以帮你，让这块胎记
长在你身上。你平白无故为什么帮我？不是在帮你，我不过是见不得温以宁好过。寿宴上你故意说温以宁那身东西是假的，你只管照我说的做。眼下属于温以宁的一切，身份、地位，裴金寒的宠护，就全都会是你的。好，我干。按梁夫人的吩咐，尽快把那个胎记处理干净。大夫，我太太她要紧吗？没什么异常，醒了就可以出院回家。没有胎记，难道真的只是巧合？以宁真的不是那个女人？先别乱动，你才刚出院不久。我在医院睁眼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人？打开瞧瞧。我原本以为温娇娇已经把它毁了，她还没那本事。是你自己的东西，谁也抢不去。多谢你，裴景寒。谢我什么？谢谢你护着我，也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睡吧。地上凉，今晚睡我旁边吧。明儿我陪你到集上走走，添置些东西，也顺带让你散散心。姐姐，你救救我！你怎么会在这里？梁夫人把我从那里赶了出来。臭婆娘，偷了我家烧饼还敢逃？看我不打折你的腿！我不是存心的，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姐姐，你帮帮我，求你了。景寒，也就是几个招饼钱，他自个儿造的孽，自个儿担着。你疯了！梅花胎记，那晚的女人竟是温娇娇。这些够不够？我也知道我没脸见你们，可何家不要我了，爸妈也不接我电话，我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要不先回老宅。温娇娇，你居然还有脸进我家门！妈，他锁骨上有个梅花胎记。你是说5年前那个你打的什么算盘？难不成为了个胎记就要把以宁撇下？我把话撂这儿，我只认以宁这一个儿媳妇。妈，您这都想到哪里去了？妈，就让他先住2天吧，总不能当真看他饿死冻死在外面。裴阿姨，我求求你了，就收留我几天，我一定老老实实，找到活干马上就走。好，你自个儿记住你这句话，安分守己。温娇娇，你是不是有一枚梅花胎记？你是说这个吗？5年前12月24号那晚，你在什么地方？在月华酒店3021，被一个色胆包天的男人给……裴总忽然这么问我，难道那晚的男人就是你？好得很，我恨了整整5年的恶棍，居然是我那好姐夫。那晚我是被人下了药，意识全无，对你造成的伤害我认下。一句身不由己，
就能全抹干净了。你知不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会用我的法子来弥补，保你往后衣食无忧，安顿朴素。不过温娇娇，你听仔细，我的妻子是温以宁，你要是敢拿这件事去给她添堵，你什么都落不着。裴景寒想拿钱把我打发了，没那么轻巧。这什么味道？熏死人了！乡下地方就这样，嫌难受可以走。阿姨，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裴总那么大的身家，这种粗活随便找几个佣人做不就结了吗？我们庄稼人手脚闲不住。我看是不知道享福吧。堂堂董事夫人，本该穿金戴银，出门就有豪车接着，哪里用得着在这里劈柴烧？姐姐，你这裴夫人当的也不怎么风光嘛。靠自己的手吃饭，我心里稳当。倒是你，既然留在了裴家，也不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今天上午把鸡窝收拾干净。我打扫鸡窝？凭什么？不愿意，那中午那顿饭也省了。我哪是不愿意，就是没干过，怕弄得更糟。没干过就现学。凭什么叫我扫鸡窝？我是来当裴太太的，不是来做乡下丫头的。连这点活都干不下来，还赖在这儿做什么？裴总，想留下就接着扫，扫干净为止。裴景寒，你就这么对我？别忘了5年前那晚你都做了什么！温娇娇，就凭你对以宁做的那些事，我没把你送进去也是看在千成分上。若以宁追究，你现在就在牢里，信不信？我能给你的只有钱和资源，至于感情，你不配。刚才干活累了吧？我去倒杯温水给你喝。刚才在院子里，温娇娇忽然说金寒欠她的，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姐姐，忙呢？姐姐，可别动气，我这是关心你啊。他要是当真把你放在心上，何必瞒着你是首富？又为什么开拖拉机去接你？不就是嫌你是个破鞋，配不上人家风风光光娶进门吗？你给我闭嘴！我可说错了，你知道为的什么？因为他在等着我。我们5年前就在一起，那天晚上他对我可是温柔极了。他心里装着的从来都是我，你不过就是个报恩的摆设。如今正主回来了，把裴太太的位子让出来，滚！以宁，你这是怎么了？裴景寒，我想我们该离婚了。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既然你已经找回心里那个人，就用不着再跟我维持这段婚姻了。谁跟你说的？温娇娇，你就当真信他？好，那我不信他。裴景寒，你来给我交个底，他讲的那些是不是真的？离了吧，我不过是你为了报恩娶进门的一个摆设，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感情可谈，何必继续彼此折磨？谁说没有感情？这些日子以来，我对你是怎样一份心思，你全感受不到吗？我为你操持的每一桩事，为你悬心的每一个瞬间，在你眼里又都算什么？算你心里过意不去，算你同情我，算你因为我是你名义上的妻子不得不担的责任。裴景寒，你摸着良心讲，要是没有爷爷那份恩情，没有长辈逼婚，你肯娶一个被村里指指点点的女人吗？你看，连你自个儿都答不上来。离婚协议我明儿就拿来，你的家产我这头1分也不会要。你休想！温以宁，我不管这段婚姻在你这儿是个什么由头，可当下你就是我裴景寒的妻，是我要相守一辈子的人，我不会松手，更不会放你走。
这里怎么回事？这是上回在宴会上受的伤，这伤口不像普通擦伤，倒像是激光。这里原先到底有过什么？要用激光去掉。喂，裴金寒，看够了吧？把手拿开。裴总，眼下能放我走了吧？离婚的事。哎，裴金寒，你干什么？把我放下来！睡觉。裴金寒，你耍无赖！你松开手，我们的话还没讲明白。没什么好掰扯的，离婚这两个字，你想都别想。现在闭眼睡觉。裴金寒，你发什么疯？敢这么对我？滚出裴家！现在马上！怎么，怕我再说出些什么，把你搁在温以宁心里那点假惺惺的形象全撕破了？温娇娇，我们之间除了该给的补偿，别的没半句好讲。收起你那些肮脏的心思和下三滥的把戏。我肮脏？裴金寒，5年前在月华酒店你对我做下那些事的时候，怎么不嫌自己肮脏？哦，我明白了，是护着他吧？你就这么心甘情愿当绿帽侠？你这黑心烂嘴的，看我不撕了你的舌根！裴金寒，我真替你可怜，非要把这么个破烂货捧在手心里，绿帽子戴的还挺高兴。妈，你再说一次。我说的不对吗？5年前你毁了我，口口声声说要负责，如今寻着新欢了，就想一脚把我踢开，你还是个男人不是？你们还等什么？都给我进来！裴先生，温小姐指控您5年前与她有过亲密来往，并拒绝负责，请问是否属实？裴先生，听说您现在的夫人和温小姐是亲姐妹，这是否意味着您在找替代品？裴太太，请回应，您是否介入他们感情？还是误会？私人目的，非法闯入，现在离开，或者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都看见了，这就是裴金寒的本来面目，兜不住了就想拿权势往下压，你们怕什么？他敢当着这么多媒体动手吗？裴总，我们有权报道。接法务部给在场所有媒体人员全部发去律师函。裴总，这纯粹是误会。3秒，清场。你想干什么？方才那些都拍下来了。拍下来又怎样？你真以为靠这点东西就能把我扳倒？说，谁在背后指使你？梁曼柔。你少血口喷人，没人指使我，我就是要来讨一个公道。行，我就给你公道，我会让警方介入，让你这辈子都出不来。裴金寒，你忘了酒店那晚？那晚的事，自有法律和我的补偿方案来定。带走。不要脸的小三儿，抢别人男人，迟早遭报应。裴金寒，你当你掐住几个记者就万事大吉了？网络时代，你能捂住多少人的嘴？如今全网都知道温以宁是抢男人的小三。你打算拿这个要挟我？我不过是给你指条明路，我要你当着外头所有人的面认下我们5年前的关系，然后娶我。温娇娇，你是不是觉得有梁曼柔在背后给你撑腰，你就能上周跟我讨价还价了？裴金寒，眼下是你的把柄攥在我手心里，网上的舆情、裴氏的股价，你全不在乎。你自己看看。全没了，怎么一干二净全没了？裴金寒，你和梁曼柔未免也太小看我了。裴氏的公关部不是吃干饭，至于裴氏的股价上下浮动几个点，对我而言无非是账面上的数字。梁家想趁机咬一嘴，也得先瞧瞧自己会不会崩了哑口。裴总，有些东西钱和权是遮不住的，比方说一段视频。裴总，想不想亲眼看看你这冰清玉洁的太太当年是怎么放浪的？温娇娇，你还是个人吗？那是你姐姐。姐姐，我高攀不上。裴金寒，这段视频要是流到外头去，以后你和温以宁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戳脊梁骨。
我要的无非就是裴太太这个名号，给你们1天的时间掂量，到明天我要亲眼看着我姐姐离开。对不住，金寒，我受些骂名倒没什么，我不会让你走，但我不愿意牵连裴家。这件事我来摆平。你怎么摆平？裴氏的震荡，股东那边的压力，还有我不愿看着你为了我一次又一次往后退，甚至应下更过分的条件。抱歉了，裴金寒，我必须不辞而别，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你和整个裴家，不再被所谓的软肋绊住。救命！梁夫人，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绑架是触犯刑法的。犯法？温小姐，现在你该操心的不是法律，而是你自身的安危。这场婚礼，你真的要逼他娶温娇娇？我就图看你难受，你越是煎熬，我越是痛快。我和你素无往来，你究竟为什么这般恨我？好好看吧，看看你曾经拥有的一切是怎么被温娇娇拿走的。进。裴总，我们排查了车站、机场全部记录，没有任何夫人的出行信息。那就接着查，把整座上京翻个群也得把他找出来。梁曼荣那边有什么动静？梁夫人还在鼎棱套房，一直没出过门。婚礼那头呢？按照您的吩咐，一切都在照常推进。好，那就陪他们走完这出戏，加派人手，暗中搜遍梁家在上京的每一处产业，尤其君越酒，一寸都别留下。景寒，你真要娶温娇娇？那可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娶？妈，今天这场婚礼是专给温娇娇和梁曼荣备下的断头台。一宁，等着我。娇娇，算了吧，妈这心里七上八下的。裴金寒那天拿那样的眼神看我们，想要杀人，咱们拿着梁夫人给的钱离开上京，不行吗？钱？妈，你一辈子眼睛就只盯着那点钱。你看看我马上就要做裴太太，全上京最风光无限的女人。可是温一宁和那2个孩子还在梁夫人手上，万一……没有万一。妈，你给我听清楚，等我和裴金寒把仪式走完，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温以宁。爸，你今天能到场，我打心底里高兴。说起来，要不是你当年像丢垃圾一样把温以宁送去替嫁，我哪有机会站在今天这个位置上？还有你，何旭晨。站起来，让我好好看看你。还记得你当初怎么骂我的吗？说我倒贴。现在看看，谁才是那个倒贴的货色？娇娇，过去是我错了。闭上你的嘴！你脏了我的名字。今天各位都在场，我温娇娇站在这里，就是要把话撂明白。从前所有看不起我的人，如今都得像条狗一样求着我高抬贵手。自然，还有我亲爱的姐姐，谢谢你把裴金寒拱手让给我。瞧见没有，你妹妹何等风光，何家从前都不把她放在眼里，如今得像条狗一样向她求饶。温一宁，你本可以有这份荣耀的，可惜呢，这种风光我半点也不稀罕。不稀罕？那你稀罕什么？稀罕裴金寒那个男人？可他马上就是别人的丈夫了。欢迎各位来参加温娇娇的婚礼。裴金寒先生，您愿意娶温娇娇女士为妻吗？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健康还是疾病，都愿意照顾她、尊重她，直到生命的尽头吗？我不愿意。
裴金寒，你不想娶我大可以明说，何必当着所有人的面来羞辱我？娶你？温娇娇，你当真是5年前那晚的女人吗？裴金寒，都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赖账？裴金寒，你敢说你没见过、没碰过？现在你跟我说不是那个人，那你告诉我他是什么？你说啊！是他，是裴金寒。5年前的那个男人是裴金寒，他一直在找的人是我，从头到尾都是我。区区一块胎记能说明什么？温娇娇，你口口声声说他是你敢不敢当着众人的面当场验明？有什么不敢？验，现在就来验！薇薇安，把医生请到台上来，当着满堂宾客仔细验。从初步检查情况来看，温小姐这块胎记并非后天伪造，梁家名下的华美医疗在仿生皮肤领域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温娇娇，你既然说这块胎记是天生就有，那华美医疗那边又怎么会有你的就诊记录？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温娇娇她压根就没有胎记，你为什么帮她凭空捏造来唱这一出戏？自然是为了让你尝尝煎熬的滋味。以宁亲眼看着自己爱的人娶别人，看着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被人抢走，这种感觉好受吗？你纯属污蔑！我的胎记从小就有，薇薇安可以作证，我们大学时候她就见过，我能作证。而且那晚娇娇喝多了，是我一路扶她进的悦华酒店302幺房间休息。谁想到你……哦，是你扶他进去的？什么时候的事？大约晚上8点多吧。对，8点多。投上去。悦华酒店在城东，这间酒吧远在城西，请问你是怎么隔空把他扶上去的？我可能记差了时间，也许是晚些时候。还要晚？再后来，你是被那个男人搂着进的隔壁小旅馆，需不需要我把那一段也调出来？薇薇安，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裴总，我认错，可我的的确确看到温娇娇进了那间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天晚上，娇娇是扶着一个女人进去的，我没看清楚那个人的脸。薇薇安，你在这里胡说些什么？温娇娇，那个女人是谁？没有谁，根本没别人，她在撒谎。裴总，我说的是真话，求求你放我一马。把赵薇薇安和这个医生一起带走，移交公安局。不要！看来这位裴家当家人比我想的还要棘手，我亲自去会他一会，给我加派人手看紧，不管里面传出任何动静，都不许开门。他要去找金寒的麻烦了，我不能坐以待毙。怎么回事？着火了！着火了！救命啊！快开门！裴总，3楼触发了消防警报，极大可能是夫人正在自救。温娇娇，刚才薇薇安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就算我不是那晚的女人，那又怎么样？魏以宁难道就是一个连女儿都看不住、跟野男人胡来的女人？她也配？你居然敢推我！我没把你当成女人，更没把你当个人，自然想推就推。梁曼荣，你总算亲自出面了，我还以为你要躲到婚礼散场为止。躲？我是来给你补送最后一件贺礼。看清楚，你的心尖肉眼下在哪里？梁曼荣，你该不会以为靠这个就能拿捏我？不是威胁，是做笔买卖。裴金寒，立刻马上把跟娇娇的婚礼走完。对，裴金寒，照着梁夫人说的做，不然魏以宁那个蠢女人……若我说不呢？
样的话，我只好请裴太太亲身体验一下我们酒店的安防系统了。一点点无害的催眠气体，配上一阵冰凉的消防喷淋，你说他要是不小心在湿地面上一觉睡过去，会不会着凉呢？你敢？我敢不敢？你试一试就清楚了。裴京寒，我耐性不多，倒数5个数，5、4、3，可以了，梁夫人，我现在就在这里。依宁，没事，没事，没事。我没事，还好你也没事。温以宁，你是怎么出来的？我的人呢？梁夫人，你的算计已经失败了。我虽是弱女子，但懂正义，护家人。就算你逃出来了又如何？外面全是我的人。你的人，该清场了。不好了，夫人，我们的人全都被裴总的手下控制住了。梁曼荣，你太自信了，自信到在自家地盘上就能一手遮天。裴京寒，你以为你赢了？我能绑走他，我就能让他彻底消失。你找死！梁夫人，我想知道你到底为什么如此对我？我恨你，温以宁，你未免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恨的是你那个装清高、假仁假义的母亲林雪落。我妈妈她从来没得罪过你。没有，温以宁，你妈是不是从没向你提起过我？她曾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俩打小一处长大，彼此无话不说。可她呢？她抢了我的人梁军，为了她连梁家继承权都舍得丢掉，宁愿跟他私奔。你恨我母亲，就是因为抢了你的心上人。爱，那种心里头装着别的女人的男人，我梁曼荣才不稀罕。那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我要的是梁家当家主母的位置，梁家的门庭和富贵。我费尽了多少心思，才让梁家宗族认下我，点头答应我和梁军的婚事。可林雪落呢？她背叛了我，把我这些年的筹谋全盘掀翻，让我沦成了整个上京的笑柄。可我妈妈嫁的是温震，那是因为我把温震那个废物送到了他面前，是我一手谋划让温震占了他，否则我又怎么能稳稳安当的做我如今的梁夫人呢？赵亚夫，也是你安排的人。梁曼荣，你处心积虑谋划了20多年，毁人一辈子不说，连人家的下一代都不肯放过。你当真以为梁家女主人的位子你就能一直坐下去吗？至少这20多年我做得稳稳当当，梁家上下全在我的掌控之中。林雪落和她生养的不过是我脚下的泥泞，只可惜你到头来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话什么意思？以宁是梁军的亲生女。清寒，你说什么？我是梁家的。裴京寒，这种荒唐的谎话你也编得出口？我是梁军明媒正娶的妻子，他在外面有没有骨肉，我会被蒙在鼓里？温以宁就是温家的女儿，她绝不是什么梁家千金，绝不可能，她哪里配？你们都不肯信是吧？陈医生，结果出来了吧？把报告投到主屏幕上。天哪！魏宁当真是梁群的女儿？那她岂不就是梁家名正言顺的千金？哪里只是千金，她简直称得上是梁家半壁产业的继承人。梁夫人这下绝不可能，她手上怎么会有建国的样本？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假的，全是你伪造的假证！全完了，全完了！她是梁家的大小姐，那我又算什么？我拿什么跟她比？梁夫人，你亲口应承过我的，你说我会是裴太太，你亲口说的。温娇娇，事到如今，你还要自我欺骗到哪一步？京寒，
这件事我也是到了今天才弄清楚。5年前，月华酒店3021房间，那个你找了整整5年，锁骨上生着梅花胎记的人，就是我。依宁，你说什么？5年前是你？当真是你？是我。那天晚上我也被人下了套，整个人神志恍惚。可我迷迷糊糊中记得有人说他会找到我，会对我担起责任。对不住，依宁，我寻了你那么久，却不知你就近在咫尺，还眼睁睁让你吃了那么多苦，对不住。裴景涵，你还真信了他的鬼话？他不过是见你有钱有势，现编出来往上贴。梁夫人为了让他能顶替我，硬生生去掉了我的胎记。可是这条项链是我母亲在我出生后比着我锁骨上那枚胎记照原望复刻下来的。原来我一直苦苦找寻的那个记号，其实早就换了一副模样，陪在我身边。把他带下去，所有相关证据让律师和助理整理齐全，一并提交。我输了，温雪洛，到末了还是你赢了。温姨娘，你当你就此赢了？我绝对不会就这么做完的。裴总，裴太太，从前是我们有眼无珠，猪狗不如，求你二位给我们留条活路。你们何家趋炎附势、踩低拜高，不是1天2天了。之前跟着温娇娇对我太太多番奚落，这也是抹不掉的事实。不过后面那些阴谋算计，你们确实没有参与。我裴京涵一向赏罚分明，合适的压制会就此解除。但未来3年内，裴氏旗下全部企业都不会与何氏发生任何业务上的关联。多谢裴总宽宏大量。记牢一点，往后不要再出现在我太太面前。是，我这就滚。站住！温震，依宁，我这就走，再也不来碍你们的眼了。走？你用下作手段逼迫我妈嫁给你的时候，你默许赵雅芳登堂入室，让我妈含恨而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她那时有多想走？我错了，我真知道错了。依宁，看在我好歹养了你这么几年的份上，就饶了我吧。温震，你少来玷污养育这2个字，你不过是拿着我母亲一生幸福和性命做筹码的刽子手。京涵，报警。赵太太说的办，带走。依宁，我知道这个时机不够完美，场面也不够浪漫，但是我不想再等了。5年前我欠你一个承诺，5年间我欠你无数个守护，今天我差点又欠你一个安全。所以现在温以宁，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裴京涵，我愿意。等一下，在接受之前，我想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你问，无论你问什么，我都如实作答。你以后还会开着拖拉机载我吗？在，无论我开的是拖拉机还是法拉利，副座都会载着你。你说去哪，我们就去。那我批准了。那么，我最爱的裴太太，现在我可以为你戴上戒指了吗？可以，我的裴先生。年年有余，来，都坐下吃饭。妈，你忙活一天辛苦了。不辛苦，看着你俩和和美美的，妈心里比吃了蜜还甜。依宁啊，你现在是有身子的人，多吃点，好好补补。不用这么照顾我的，我自己其实可以。你可以是你的事，照顾你是我的事。以前你过得太苦，现在我只想把甜的都给你。要不，我这老婆子回避一下。妈，
有家有爱，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